最后呢，我们就要来评价一下这个角色的强度定位到底在什么地方咯。老实说，我自己用起来的整体的感觉呢，我觉得这个角色的强度，甚至可以说，难开高了，爽就站起来啦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台湾尔南。那么今天这部影片呢，我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 Kyrie Irving 这个角色呢，你该如何在使用它的时候找到你在场上的正确的角色定位，以及呢，当你在单排的时候呢，你应该要注意一些什么，跟队友沟通一些什么，又或者是什么样的阵容适合搭配Kyrie Irving 这个角色，才可以让你顺利上分。那照惯例，我们先上人权哦。好，那大家现在可以看到呢，这个是 Kyrie Irving 这个角色目前的功勋排行榜。那我目前是排在第63名。那很多人可能看到这个就会觉得说，你才第63名，你讲话没有说服力，我就不听你讲，我就关掉这个影片了哦。但我真的要说呢，如果说你玩到现在，你还会很在意功勋的话呢，那说真的，你玩这个游戏会玩得非常非常的痛苦。因为以我自己灌篮高手老玩家过来的人经验呢，要拿到好的功勋，全服前几名，就只有2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就是你的时间他妈超级多，一天到晚狂玩狂打。那第二种呢，就是你真的很强，找到固定的3排队友一起妥妥上分哦。所以要拿到前几名的功勋，并不代表他操作这个单一球员的角色实力是100%顶尖，而代表他的团队实力是顶尖的。所以呢，在这边还是要跟大家摒除一个迷思，就是你看到某个角色，他可能带了一个仅1、仅2的 title， 你会觉得哇，这个人好像很强哦。但说真的，单排的生态跟3排打比赛的生态是完全不同的。所以请不要以一个人的功勋排行来判断一个人他是不是真的一定会玩角色。当然了，你说前几名的像小七人、龙本川，这个都很强，大家都知道，我们不用多说。但你也会常常看到有一些明明就是全服前100的人，可是操作起来跟垃圾一样哦。所以各位，真的老话一句，不要太在意功勋，大家千万也不要被这个功勋迷思所绑架。这个也是让很多人呢打球会不快乐的原因，因为有些人呢，他会有那种自私的心态，会想要用自己拿手的功勋高的角色上分。当他觉得这场球赛可能会输，他就不愿意派他功勋高的这角色来玩。说真的，不要再让你自己玩游戏玩得那么痛苦了。那我自己的这个63名是怎么来的呢？基本上我这个63名大概80%全部都是单排而来的，所以我相信呢，作为一个单排玩 Kyrie Irving 的人呢，我觉得我算是蛮有说服力，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玩 Kyrie Irving 的一些心得以及感想。好，再来我们就要提到，当你在使用 Kyrie Irving 的时候，你应该要怎么样才能够赢得比赛啊？我相信大家呢最近啊应该都有感受到 Irving 之乱，对不对？当你进去排位赛的时候，看到队友秒锁 Irving， 你就知道这场大概就去了。果不其然，你一进去的时候 ，Irving 开始乱顶、乱投，然后乱耍，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突破什么东西，最后输了比赛。然后你就开始怪罪这个社会，怪罪你的队友，怪罪任何人，说 KI 都是畜生。这种情况呢太常发生了，这个是因为大部分的 Kyrie Irving 都没有习惯去跟队友做好沟通。各位，你可以试想一下，当你今天呢去你家附近的国中、高中去打球，然后呢你加入了一个3对3的人马，你会完全没有跟队友沟通要怎么走位，谁守谁，就直接上场吗？然后打输了之后直接跟对方气愤吗？不可能，对不对？所以在这个游戏里面，单排的生态你也一定要经过跟队友沟通的这个过程，你才有可能把这场比赛打赢。所以尤其是像 Kyrie Irving 这个角色，他是没有办法自己一个人全 C 的角色，他不像 Dirk Nowitzki 一样这么无耻，随便撞随便顶出去就是3分，他不像这个角色一样这么无耻。所以既然是这么需要操作、这么需要沟通的一个角色呢，你就必须要花更多心力来跟你的队友进行沟通，才能够赢得比赛。好，再来有一点呢，一定要强调哦，Kyrie Irving 这个角色呢，如果你真的想要独排众议去单排的话，我能先跟大家讲，你会遇到非常不友善的队友，不是呢在你亮出 Kyrie Irving 就直接开喷的队友，要么就是呢看你在亮出 Kyrie Irving 什么话都不讲，等你选完了之后呢，直接给你亮一个卡佩拉那张丑脸，然后呢就让你完全这场不知道怎么打，最后再来喷你说你玩得很烂。这种队友呢比比皆是。我自己单排的时候进去选角画面，第一件事情我一定是先跟队友亮我自己的人权哦。当然呢，这个不适用于每一个人啦，因为呢像我自己呢是因为满图嘛，所以亮出来的时候人家可能会觉得比较安心。但是说真的，就算我亮过满图，还是被人家喷过。这代表呢 KI 这个角色在现在的游戏环境当中，大家对他有多么的不友善，从此呢就可见一斑。那再来呢是第二句话，我就会跟他们讲说，
我还有另外一个中锋，所以我觉得你要玩 KI， 你必须要具备你有其他角色的情况下，你不能让你的队友没有选择，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你选 KI， 你必须要给他其他选项。比如说，我可能亮完了说我有 KI， 我想用 KI， 但是我也有 Porzingis， 我也有 Joel Embiid， 他才会觉得说，哦，那我可能呢，我比较会玩他，那我就让你来选 Kyrie Irving 这个角色。这个我觉得是单排很重要的心法之一哦。其实说真的啦，不一定是套用在这个情境啦，但是 KI 特别严重。其实任何时候你都要让对方觉得他们是有更多的可能，有更多的选择权的。好，那再来我们会讲到 Kyrie Irving 比较有效率的得分招式哦。那为什么要说有效率的得分招式？相信有在看我直播的人，应该之前都有看过我耍一些花招，像这样子，有没有小背运突破转过去，像这样子的这些招哦。但说真的，这些招式啊，我自己用久了之后呢，其实它只会在特定的场合去做使用哦。那一般来说，我们在打的时候，尽量是能够把我们的突破的次数最少，让我们在体力条最大值的情况下，能够去做出手，命中率就会相对提高很多。这边可以跟大家分享哦，我通常在开场的时候，很喜欢去做一个偷分。偷分是怎么偷呢？就像这样，侧移过去，直接漂移投篮。大家可以看到，它只会消耗掉一次突破的体力格，就像这样。所以这一招呢，在开场的第一球3分命中率是非常非常高，尤其是在你是满图的情况下是非常高的。开场跳球的第一个3分就可以像这样侧移出去，有点像 Booker 一样的感觉哦，直接往侧图一步就可以直接来一个漂移3分，这个是开场非常好偷分的手段之一哦。那 Kyrie Irving 这个角色呢，他是一个非常需要而且仰赖接球启动的球员，所以呢，不要再想说球传给 Kyrie Irving， 然后让他在那边突破单打哦，这个其实对他来说呢是不太好打的，不太舒服的，反而是应该要让他在空手跑位的时候，跑到他理想的位置之后，再把球喂给他之后，他才去做这些突破的动作，来做高效率的得分。再来是，如果今天球权在我方，然后我站在左侧或右侧的时候，通常我会选择这样子去拿分。第一个，接到球之后，马上转进去接上篮。在右边呢，它会有3种形态哦。第一种是转过去之后拉进去，直接按前的突破切进去上篮，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是呢，你可以接着一个小背运完之后再往前突破，然后再接上篮。那第3种呢，它会像这样，接完的时候小背运突破再往前拉。那大家可以看到第一种跟第3种，它的往前的突破是拉反向的，我觉得这个拉反向的呢，通常比较不是那么容易被撞停，所以呢，建议大家，如果你真的要这样打的话，不要去拉这个小背运完马上往前突的，拉这个小背运完马上往前突破的这一种，非常非常容易被撞停，而且有时候搞不好遇到 Leonard 就直接被抄走了。所以我建议大家，第一个，如果你要快速突破到篮下的话，你可以直截了当的突破过去之后往内切，然后像这样子直接拿分，或是去做分球。然后还有一点呢，Kyrie Irving 他在切入上篮的时候啊，我建议大家不要去跟他拼阳寿用2点上篮哦，尽量呢去拉扯身位，然后使用1点上篮，因为2点上篮的方向率实在是太高，我都不知道网易你把 Kyrie Irving 的2点上篮几率做那么低，你到底有没有在还原这个角色啊？2点上篮照理来说应该是要全进的，怎么会2点上篮这么容易放枪呢？所以呢，我只能跟大家讲啊，如果你不想让自己气死的话，建议大家是尽量不要用2点上篮哦，因为2点上篮常常会在关键时刻的时候给你来一个放枪哦。那另外还有一种方式是你可以去利用你的后撤投篮，突破完了之后，然后拉回来，然后再一个后撤，然后再出手。这个也是一个很好拿分的方式，因为后撤的范围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基本上呢，他只要有觉知到不是死猜你内线的话，他只要稍微往里面退一步，那么你就可以直接来一个后撤得手，拿到球之后，然后转过去，然后再一个后撤，然后再拿分。然后再来呢，讲到关于这个小背运啊，那相信大家有在看我直播的都知道，我有在有大招的时候呢，尤其喜欢用这一招，像这样子过去，然后来一个底线的漂移3分哦。那这一招呢，其实我自己在实战当中呢，我觉得算是屡试不爽。不过它还是会遇到一些例外情况哦，比如说像是在防守对位对面跟到的时候，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其实呢，这个时候大家也不用怕哦，有一些方法呢还是可以硬解的哦，像这样过去之后突破，再突破回来，这边再反拉一个。那这个只要你距离抓得好的话，它就算反拉突破也会是3分，就像这样拉过去，就拉回来，还是一个3分哦。所以这个就可以利用呢，你在观察对方有没有跟上你防守的时候呢，去给予对面的一个迷惑性的进攻。我们再看一次，像这样
突破过去，然后再拉回来，再一个3分。那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因为你在这样子左右横移的范围其实是比较大的，所以有的时候啊，万一对面的另外一个防守者他也来一起跟着踩到你干扰的位置，这个时候呢，你就很有可能用大招晃倒了第一个人，可是你却被第二个人干扰了。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其实啊，这边还有一个招式可以提供给大家。很多人可能会很喜欢呢，去利用这个后撤，然后这样子来拿分。可其实我觉得这招啊，用后撤其实是不太好用的。那么就要讲到呢，大家可能认为是废招的一招，就是这一招。这一招，那其实 Kyrie Irving 他的大招呢，最主要就是要让对方能够觉得有一种可以跟得上你的错觉。所以这一招呢，就可以确保对面呢一定跟得到你。那既然他跟得到你，踩死在你的干扰圈呢，他就可以顺利的被你晃倒。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几个实战范例哦。好，就像这样，这样既可以确保你可以晃倒对面那个人必定出空档，而且又不会被另外一个补防的人呢去补防到你的位置。所以这招也是我在对面空间没有内缩的时候非常爱用的一招。好了，那以上呢大概就是呢我个人对于 Kyrie Irving 这个角色呢1个礼拜左右的时间呢整理出来了一些小小的心得。那当然呢，这个角色他的进攻方式实在是非常的多种哦，所以也不代表呢我讲的一定就是对的，只是呢可以给大家作为一个小小的参考。那如果说呢你还有更多元的 Kyrie Irving 的进攻方式呢，也欢迎各位呢可以在下方留言区跟我们来做分享哦。好了，最后呢我们就要来评价一下这个角色的强度定位到底在什么地方咯。老实说，我自己用起来的整体的感觉呢，我觉得这个角色的强度并不是很高，甚至可以说算是一个蛮烂的角色。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他在很多的进攻端往往都要仰赖运气。比如说像我呢，我就算再会晃，我晃出了一个空位3分，但空位3分就是很容易给你放枪，即使是在我的潜能全满3分160的情况下，甚至是我没有耗掉半格体力值的情况下去打3分，他都还是会放枪。有时候就跟小丑一样，有时候就真的跟鬼一样。3分呢，有的时候可能一场中4颗，有的时候可能一场就是投1球中1球。而这是在我满图 Kyrie Irving 的情况下哦。再来是他的操作，这个角色对于操作的要求度极高，甚至像我现在，我自认我自己都还算是稍微有点熟练这个角色，却还是很常在场上操作的时候失误哦。我自己是用摇杆的玩家都会这样了，那更何况是用手搓的玩家，有时候手啊可能有一些手汗等等的，可能就会导致我们操作失误哦。所以呢，我只能说这个角色不管是在难度，不管是在强度来说呢，它都是对于操作者有非常非常高的一个要求的。所以真的要我来排这个角色呢，它绝对不像 Nowitzki 这么暴力硬解，也不会像 Jason Tatum 一样这么全能，尤其是他的防守只能用漏洞来形容哦。所以呢，这个角色我真的要排的话，我大概就把它排在一个 T2、T3 左右的位置吧，绝对不在 T0 哦。这跟 Nowitzki 那种暴力硬解投篮一场连中5-6颗3分的角色来说，真的这个角色差 Nowitzki 太多了。所以这个就是呢我对于 Irving 这个角色的真实评价咯。那当然呢，无可取代的是这个角色的帅度仍然是这个游戏的顶尖选手之一的啦，帅度 T0 那是毫无疑问的。我知道很多人呢会主张啊，想要玩自己喜欢的角色，想要玩自己觉得帅的角色，在你想要玩自己帅的角色之前，请你要记得这个游戏是一个团队游戏，先学会配合别人，让别人接受你的观点，再去做你所谓的操作，这才是团队篮球游戏的核心价值理念。希望呢，如果说你身为 Kyrie Irving 的玩家，看了这部影片呢，也可以好好的跟你的队友来沟通，不是什么情况下都一定要执着于选到你所爱的角色，有的时候配合队友赢下胜利才会是这个游戏最重要的核心。记得篮球运动是一个 teamwork 的运动，并不是一个单人的运动，拜托不要再拿到球跟11分赛那群智障一样，拿到球就自己拼命干了。OK， 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影片啦，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我是台湾人，大家拜。